你能想象吗？有一种简单而又令人愉悦的小习惯，不用花钱，不用出门，就能让你在60岁以后依然神采奕奕，甚至可能降低某些疾病的风险。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吗？别急，这可不是广告，而是科学研究逐渐揭示的有趣真相。这个习惯是什么呢？提示一下，年轻时，你可能因为他被父母训斥过，甚至感到过羞愧，但到了花甲之年，他却摇身一变，成为保健偏方之一。没错，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正是手淫。等等，别急着害羞或关掉影片。也许你曾听过各种关于手淫的可怕传言，什么伤肾，让人变老变虚弱，还有那句古话，一滴精10滴血，仿佛每次射精都在折寿。但事实真是这样吗？现代科学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今天我们就来一次大逆转，看看手淫与衰老之间到底有什么奇妙关系。首先，让我们拆解一下手淫这个过程，在生理上到底发生了什么魔法。想象一下，当一个人开始自慰时，身体会启动一系列精巧的反应，心跳加快，血液在全身奔流，特别是向生殖器集结，大脑里快乐的神经递质开始飙升，多巴胺让你感到愉悦期待，内啡肽开始减轻你的疼痛和压力。随着刺激增强，男性体内的发动机、睾酮等性激素也参与其中，让性欲和快感进一步提升。当达到高潮的一刻，前列腺和精囊等部位用力收缩，把精液推送出体外。与此同时，大脑会释放一阵幸福鸡尾酒，催产素和泌乳素的水平迅速升高。催产素是一种让人感到温暖放松的荷尔蒙，它还能降低应激激素皮质醇，让人浑身放松，困意涌现。难怪不少男性在完事之后会感到昏昏欲睡，舒服的想要躺下来打个盹儿。这套生理反应可以说是人体自带的爽身健体模式，短短几分钟内，经历小型的心血管运动，神经系统高潮，最后进入一阵满足的宁静。说完了生理过程，我们再看看人到中年甚至老年，身体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又为什么要特别关注60岁这个阶段。跨过60岁这道坎，很多男性都会察觉到自己今非昔比了。首先是性功能的改变，年轻时轻轻松松就能雄风再起，而现在可能需要更多的刺激和更长的时间才能勃起。有些人会经历勃起功能障碍，或者即使勃起也没有年轻时那么坚挺了。这背后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荷尔蒙的变化。随着年龄增长，男性体内的睾酮水平会逐渐下降。睾酮可是男性身体的燃料之一，它不只影响性欲和勃起，还影响肌肉量、骨骼健康和精神状态。睾酮变少了，可能会感觉精力不济，肌肉变松，甚至情绪低落。再来看看前列腺，这个男性身体里一个不起眼却重要的腺体，很多男性步入中老年后都会碰到前列腺发脾气的情况。前列腺增生，它体积变大，会压迫尿道，让人小便不顺畅，频繁跑厕所，甚至夜里睡不好觉。另外，年纪大了，前列腺出现肿瘤的风险也上升了，这是全球男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除了性功能和前列腺，心血管系统也在跟我们开玩笑。血管弹性变差，胆固醇沉积，让高血压、心脏病的风险增加。而勃起功能其实和血管健康密切相关。可以说，阴茎就像个小号血压计，心血管一有问题，它往往先示警。在心理方面，60岁以后，不少人经历退休、子女离家，生活节奏和角色都发生转变。一些人可能会觉得空虚、抑郁，甚至怀疑自我价值。我是不是已经老得什么乐趣都没有了？这时候，一个健康的爱好、适度的自我关怀就显得格外重要。此外，脑力方面也不可避免地有所下滑。您可能发现记忆力不如从前，思考反应慢了一拍，有时刚放下东西，转身就忘了放在哪里。这些大脑老化的迹象虽然正常，却难免让人苦恼，担心自己是不是在走下坡路。听起来，人到老年仿佛迎来了一堆挑战，对吧？别灰心，我们这就引出今天的主角——手淫，看看这个常被忽视的小习惯如何神奇地对抗上述这些衰老带来的问题。有句俗话叫用进废退，身体的机能也是这样，你用的越多，保持的越好，性功能亦然。
对于60岁后的男性来说，如果长时间没有任何性生活，身体可能会逐渐忘记这种功能，就像一台长期未启动的机器容易生锈。不过，如果能够通过手淫保持一定的业务量，则有助于维持性功能的运转。科学家们发现，规律的性刺激和勃起对阴茎海绵体的健康大有裨益。勃起时充盈的血液可以滋养海绵体组织，防止它因为长期不使用而纤维化，失去弹性。换句话说，哪怕没有伴侣，偶尔靠自慰让自己举起手来，也是在给你的海绵体做保养、做运动。就像每天早晨拉拉筋骨，你的小兄弟也需要偶尔拉拉筋，才能防止日后真的一蹶不振。事实上，有调查发现，长时间没有性生活的男性更容易出现勃起问题，可见定期让小兄弟露露脸对维持功能很有帮助。更妙的是，手淫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维持荷尔蒙的平衡。男性到了老年，本来就在逐年下滑，而有研究提出，缺乏性活动和性欲，反过来可能会让睾酮水平降得更快。简而言之，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那方面的念头和行为，身体可能觉得反正你也不需要，于是生产更少的男性荷尔蒙，这可不是我们想要的恶性循环，对吧？所以，适度的手淫给身体传递了信号，嘿，我还是很需要睾酮的哦。这样一来，可能有助于让体内的睾酮水平保持在相对较好的状态。虽然单次自慰后睾酮不会突然飙升，但长期来看，保持性活跃度对荷尔蒙的影响是正向的。换句话说，手淫这种小锻炼或许能帮你在60岁后继续保持一些男人味。对于那些伴侣不在身边或因健康原因无法过性生活的老年男性来说，自慰更是不失为维系性健康的不二法门。前面提到，前列腺可是中老年男性的重点保护对象，那手淫对前列腺有什么帮助呢？答案是有，而且这个原理相当直观。前列腺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产生前列腺液，这是精液的重要组成部分。你可以把前列腺想象成一个源源不断生产液体的小工厂，如果长期不出货，这些液体和其中可能沉积的杂质就一直囤在体内，前列腺这个小水库可能反而更容易出问题。通过射精，无论是性生活还是手淫，可以给前列腺来一次清仓大甩卖，把积存的前列腺液排出体外。有意思的是，一些研究已经发现，男性射精的频率和日后前列腺癌风险之间存在关联。科学家调查了数万人，发现那些在中年以后仍然保持较高射精频率的男性，前列腺癌的发病率相对较低。换句话说，常常清仓的前列腺比起常年库存积压的前列腺似乎更不容易出大问题。更戏剧性的是，还有研究指出，这个现象随着年龄段不同而截然相反。20-30岁时，如果过于频繁的手淫，前列腺也许会超负荷运转，导致日后风险增加。但到了50-60岁，规律的手淫反而成了前列腺的保护因素。这听起来简直像人体跟我们开的一个玩笑，年轻时拼命浪，年老时得悠着点。可一旦年纪大了又彻底禁欲不动，前列腺又不乐意了。无论如何，科学家给出的合理解释是，随着年龄增长，前列腺里难免累积一些可能有害的物质，需要通过射精来排出。所以60岁之后，与其把前列腺当成一个不许碰的易碎品，不如偶尔靠手淫帮它放放水，这可能比闷着对它更好。因此，有些泌尿科医生也打趣地建议老年男士，与其迷信各种补药，不如每周定期让前列腺放松放松。这话听起来好笑，却有其科学道理。别忘了，我们的心血管健康，适度的性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对心脏温和的锻炼。别看手淫不像慢跑那样大汗淋漓，但在高潮来临前，你的心跳和血压可是实打实的上去了，相当于跑了一小段步。一位60多岁的老兄可能不一定天天出门跑步，但卧室里这点小运动却很容易坚持，不是吗？研究也表明，保持规律的性生活，包括自慰在内，和心血管健康有正相关。那些性活跃的老人，普遍反映血压更平稳，心情更放松，而良好的心理状态也反过来保护心脏。还有研究发现，对于曾经心脏病发作的患者，每周至少一次性生活，
包括自慰的人，在此后的心脏健康状况往往比几乎没有性生活的人更好，复发风险也更低。由此可见，亲密活动在心脏康复中也可能发挥积极作用。至于很多人担心的年纪大了，心脏受不住激情，只要你平时走路上下楼没问题，那这种程度的活动对心脏而言算是中低强度的。如果真的心脏很脆弱，医生早就建议你避免剧烈运动，甚至安装心脏支架了。所以对于大多数健康的长者来说，适度的自慰不会诱发心脏问题，反而是锻炼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的好帮手。当然，凡事适度，如果一次太激烈，弄得自己像跑了马拉松般气喘吁吁，那休息一下也是应该的。量力而行最重要。顺带一提，你知道吗？有长达10几年的追踪研究发现，高潮频率较高的男性寿命似乎更长。在一项著名的研究中，高频率达到高潮的男性死亡率只有高潮很少的男性的1半左右。听起来像小说情节，但数据就摆在那里。这或许是因为经常体验性爱或自慰的群体本身更健康，也或许说明规律的性高潮真的对全身都有益，包含了我们上面提到的荷尔蒙、前列腺、心血管等等综合作用。总之呢，如果享受高潮能成为生活中的良性循环，何乐而不为呢？对于许多被失眠困扰的老年朋友来说，夜深人静时来一次满意的自慰，可能是个比数绵羊更有效的助眠秘方。前面讲到，高潮时身体会释放催产素，让人平静，也会释放内啡肽，让人愉悦放松。这些化学物质共同作用，带来一种满足而安心的感觉，非常有利于入眠。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在性高潮之后，整个人松弛下来，眼皮开始打架，不知不觉就进入梦乡了。而且这种睡眠往往香甜而踏实，这可比翻来覆去数到1000只羊有用多了。情绪方面，自慰堪称零副作用的开心药丸。当生活中出现压力、焦虑或者心情郁闷时，适当的给自己一点欢愉，可以有效缓解紧张情绪。高潮时大脑分泌的多巴胺是天然的奖励物质，会让人感到愉悦和满足。这不仅仅是一时的快乐，对于60岁以上的长者而言，拥有这样一种调节情绪的方式，可以帮助减少孤独感和抑郁的风险。尤其是独居或者丧偶的老人，自慰提供了一种亲密接触的替代形式，让他们依然能感受到爱惜自己身体的那份愉悦和温存。更妙的是，这种自己与自己享受的方式既不涉及他人，也就不存在疾病传染或感情纠葛的风险，可谓安全又自在。此外，一些慢性疼痛或者不适，例如关节痛、偏头痛等，在高潮后的短时间内也往往感觉减轻了，这是因为内啡肽具有镇痛效果。或许对于老年人来说，每天枯燥的吃药锻炼，不如偶尔来点不花钱的自我理疗，既开心又舒缓身体的不适。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自慰可以治愈疾病，但至少它能让你暂时忘记疼痛和烦恼，获得身心片刻的宁静。别以为只有身体得益，手淫对大脑可能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科学家针对高龄人群的研究发现，那些依然保持性活跃，包括偶尔自慰的人，在记忆力和其他认知测试上的表现往往比完全无性的人更好。换句话说，适度的高潮似乎还能给大脑充电，这可能与多巴胺等神经递质的刺激有关，也可能因为性活动让全身血液循环增强，连带大脑都获得更多氧气和养分。当然，目前对这方面的研究还在继续，但可以肯定的是，愉快的性爱经历对老年人的精神状态有正面影响，说不定还能在某种程度上延缓大脑生锈。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小小的自慰习惯能让您在麻将牌局中思路更敏捷，那可真是意外之喜，不是吗？还有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事实，即便上了年纪，人依然会有正常的性需求和欲望，这很正常，但许多人受到传统观念影响，不敢正视这一点。实际上，根据调查，在50岁以上的人群中，大约60%男性和将近1半女性在过去1年内有过自慰经历。人的性欲并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自动熄灭，只是很多时候被隐藏起来了。世界卫生组织也指出，性健康是整体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人在生命的任何阶段
都拥有追亲密和愉悦的权利。当一位60多岁的男性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欲望，通过手淫获得快乐时，他实际上是在向自己传递一个积极的信号：我依然有追求快乐和亲密的权利，我的身体依然能带给我快乐。这种自我肯定对于心理健康非常重要。相比之下，如果一个人因为社会刻板印象觉得，哎呀，我这把年纪还这样不好吧，硬是压抑自己的正常欲望，反而可能引发抑郁、焦躁，甚至对自身衰老更加敏感和沮丧。自慰还可以成为了解自己身体的新旅程。在年轻时，大家可能羞于谈论自己的身体，但随着年龄增长，或许能以更成熟豁达的心态来看待它。通过自慰，你可以探索什么方式现在让自己感觉更舒服。因为年纪不同了，身体的敏感点、反应速度也许都变了。这个过程其实就像重新认识一位老朋友，不但没有什么可耻，反而是一个自我探索和照顾的过程，让人更加从容地面对衰老带来的种种改变。聊了这么多手淫的益处，你也许会好奇，既然好处宝，为什么历史上还会有那么多对手淫的负面看法？这中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观念变迁过程，可以说既滑稽又发人深省。把时间拉回几百年前，在东方和西方都有人对手淫大加指责。在中国古代养生观念里，男子的精被视为生命的元气所在，老祖宗们相信房事过度会损伤肾气，折损寿命，其中自然也包括手淫这类不结果实的耗费。有句民间俗语，一滴精10滴血，就形象地表达了这种恐惧，仿佛每射出一滴精液，就等于失去了滴血那么多的元气。于是历代不少养生书都告诫年轻人要节制手淫，免得年纪轻轻落个肾虚腰痛、未老先衰的下场。转到西方，情况也类似。18世纪有位瑞士医生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矛头直指手淫，声称这会导致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后果：失明、癫狂、器官衰竭，总之把手淫描绘成比瘟疫还可怕的罪魁祸首。到了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甚至发明出各种奇葩装置来防止青少年手淫，比如在床上安装警铃，一旦男孩的小弟弟夜间勃起就会触发铃声；还有给男性佩戴带刺的环，一勃起就会刺痛，让人打消念头。这听起来荒诞不经，但确确实实是当时的社会现实。甚至有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咱们每天早上可能都与他的发明亲密接触，他就是玉米片的发明者约翰·哈维·凯洛格医生。这位凯洛格博士当年推广麦片、玉米片这种寡淡饮食，据说部分原因就是希望用清淡的食物降低人们的性欲，好让年轻人减少手淫。是的，你没听错，我们早餐桌上那碗普通的玉米片，背后竟藏着一段反手淫的历史。这些历史上的奇谈怪论，放在今天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但也要理解，在科学不发达、性教育缺失的年代，人们面对无法解释的身体现象，难免以讹传讹，滋生出各种神话般的误解。幸运的是，现代医学和科学研究已经拨开迷雾，大量研究证明，适度的手淫并不会带来上述那些可怕的后果，不会让你瞎，也不会耗干你的精气神。相反，我们前面详述的那些益处，才是真真切切的进入21世纪，社会对自慰的态度也在逐渐转变。你可能不知道，现在每年5月还有被倡议为全球自慰月的活动，由健康教育机构发起，旨在鼓励大众用科学、开放的心态看待自慰，消除不必要的羞耻感。从昔日被妖魔化的禁忌，到今天作为健康生活的一部分，观念的改变可见一斑。当然，这里说的都是适度的手淫，不是鼓励你沉迷其中、废寝忘食的修仙。任何事情过犹不及，如果一天到晚把自己关房里不停的自慰，那正常生活也会被打乱，身体可能也吃不消。适度的标准每个人不同，但一般来说，只要不影响日常生活，不因为频率太高导致生殖器不适或疲惫不堪，就算是健康的范围。有些老年朋友可能1星期1次，有些可能1个月几次，都没问题。关键是质量而不是数量，自己感觉身心愉悦即可。聊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对手淫与衰老有了全新的认识。从生理反应、荷尔蒙调节，到前列腺健康、心血管锻炼，
再到睡眠情绪和自我认同，这个曾被视作羞于启齿的小习惯，竟然与老年健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不是长生不老药，也不能阻止岁月留下痕迹，但它就像生活中一味温和的小补药，默默地为你的身心提供助力。或许下次再有人开玩笑说当心别撸秃了头之类，你大可以莞尔一笑，心想我这是在保养身体呢。毕竟科学的态度告诉我们，手淫并非洪水猛兽，而是人类自然生理的一部分。尤其对于迈入花甲之年的男士们，这更是一个可自主掌控的快乐来源和保健助手。说到底，拥抱自己身体的需求，正是岁月带来的改变，然后用健康的方式去适应它，享受它，这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善待。如果把衰老比作一场旅程，那手淫也许就是路边一杯暖心的小酒，喝了它不会让你倒退回年轻，但能让你走得更轻松快活一些。那么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这些内容能帮助您或您的家人在对待手淫这件事上多一些科学的理解和宽容的态度。年龄增长不可怕，只要我们愿意学习和尝试新的方法，生命的每个阶段都能有独特的精彩。谁知道呢？健康长寿的秘密也许真的是自己手中。